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谈哲学的实践性，也就是如何让我们无论生命在什么状况的此岸，都可以怀抱希望来达自己的彼岸。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很切身的主题。对，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先想象一个可能很常发生的场景哦。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可能正坐在办公室里，跟主管或者下单回到家之后，跟你的伴侣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执。哇，这个压力很大耶。对啊，在那当下，你心跳加速，然后满腔怒火，你100%确信自己绝对是对的，就是觉得别人都不懂嘛。没错，眼前这个人甚至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跟你作对，这种焦虑啦，或是觉得受困、格格不入的感觉，我们每个人绝对都不陌生。真的，这几乎是现代人的日常了。可是你看哦，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不管是13世纪的日本禅师，还是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居然都会说，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巨大痛苦，其实不是因为你的主管或伴侣有多难搞。哦，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对自我跟世界的运作机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误解。也就是说，问题其实出在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挂在云端上很生硬的理论，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共同研究这个修行、身心合一与开悟这个文本的专家来到现场。大家好，很高兴能代表我们的研究团队来跟大家聊聊这份研究。透过你们的研究，我们今天要好好拆解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被困在现实泥淖，也就是所谓的此岸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靠着修正自己，一步一步去扩展我们的世界？其实你刚提到的那个争执中满腔怒火，觉得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心里不安最典型的一个缩影。真的，每次吵架都觉得自己很孤立。对，那我们在研究中就发现，这种焦虑的根源，其实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笛卡尔以降确立的一种心身二元论。等等，笛卡尔就是那个说我思故我在的那个哲学家。没错，就是他。这听起来超级学术的，但他几百年前提出的这个理论是怎么搞砸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的心情的？这有关联吗？关联可大了。你看哦，我们来拆解一下。自从笛卡尔把心灵跟肉体硬生生切分开来之后，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维就走向了一种分裂的状态。分裂，意思是说身体跟心不再是一体的吗？对，就变成说科学开始主导一切，大家都讲求客观啦、实证啊，还有效率。这听起来是不错啊，带动了科技进步嘛。科技确实进步了，可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我们开始习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台随时需要去维修的机器。哦，就像车子坏了去保养那样。对，而且我们甚至把外在的世界，包括我们面对的人，都当作纯粹的客体或者是工具。哇，所以吵架的时候，对方就变成了一个障碍物。没错，当你认为你的心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观察者的时候，你跟世界的那个连结其实就断裂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孤独。对，你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这个就是焦虑的来源，也就是我们受困的这个此岸。了解，也就是说，当我在跟主管吵架的时候，我潜意识里其实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孤立的灵魂。是的。然后我把主管当做一个需要被我说服或者是击败的客观障碍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数据跟效率的物理世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该安放在哪里。你解释得非常透彻，这就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可是东方哲学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没错，相对于西方的这种分离，东方哲学像是儒释道，这几千年来一直强调的都是身心合一。这个我们常听到。不过我们今天的研究不只要谈东方，我们其实是透过日本哲学家汤选太凶的视角，然后又结合了西方海德堡存有学，还有高达美的诠释学，把东西方结合在一起。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东西方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人性问题，而且我们能找出一条跨越文化藩篱的实践之道。好，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看清了这个身心分离的病灶，
那我们总得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吧？当然需要行动。我看你们的研究里面抛出了一个对现代人来说，可能有点沉重的词，叫做修行。听到修行，你想到什么？说真的，我脑袋里立刻浮现的就是一个人跑到深山里面，然后断食啊、打坐，或者是某种苦行僧在那边折磨自己。哈哈，这真的是几乎所有人对修行最大的误解。不是这样吗？这跟我们这些每天要挤捷运、赶死线的上班族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修行只是逃避到深山里，那它根本没办法解决你在世俗中的焦虑嘛。对啊，出关之后还不是要面对老板？所以我们强调的修行，必须要回归到它在日常语词里面最纯粹的意思，也就是修正言行。修正言行。对，就是修正你的语言和行为。这听起来很贴近生活了。可是我为什么要修正？我又没做错什么。其实问题不在于道德上的对或错，那是什么？而是在于当你的言行没办法跟这个世界统一的时候，违和感就会产生。违和感。对，这里我们就要引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的概念了。海德格说，人是此有。此有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人最基本的结构就叫做在世存有，意思就是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跟世界交织在一起的，你根本不可能抽离这个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我觉得自己跟世界格格不入，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时候，我其实是违背了自己在世存有的这个本性。完全正确。海德格指出我们在面对事物的时候，其实都会带着自己旧有的前结构。前结构是指什么？就是包含了你过去的经验啦、成见、观念，还有你的各种习惯。就像是有色眼镜那样。对，那当外在世界已经改变了，或者对方明明表达了一个全新的状况，可是你还死抱着自己的那个前结构去硬解读的话，那肯定会处处碰壁啊。没错。所以所谓的修行，在海德格看来，就是你主动去修正这些前结构的过程。等等，让我试着用一个比较现代一点的比喻来理解，看对不对？好，你说说看。如果我把我的大脑或是心智当做一套电脑的作业系统，作业系统。那所谓的此案，也就是我感到极度焦虑，跟主管吵得不可开交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我的系统跑出 bug， 出现宕机了，对吧？没错，系统卡住了。因为我正在用旧版本的系统去硬解读一个新版本的状态。对。那海德格说的修行，其实就是我主动去下载修补程式，然后更新我的前结构，承认旧版本有漏洞，系统才能重新顺畅。哇，这个比喻真的把海德格的概念完全具象化了，非常精准。听起来很好懂。不过，如果你要让系统真正的顺畅更新，我们还要再加入高达美的诠释学。高达美怎么说？高达美假设任何事物必然是完整的，而且是真的。是真的？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带着旧系统，也就是高达美说的前见，去面对世界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倾听事物本身的声音，系统当然就会一直宕机。那高达美的这个下载修补程式，具体在生活中该怎么操作？难道我只要跟主管说，老板你都是对的，我错了，这样系统就更新了吗？哈哈，当然不是，那只是表面的妥协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更新。对嘛，心里还是会很不爽啊。高达美提出的是一种叫做视域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对，修行就是去修正你的前见。其实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否定自己，那还好。但是你必须要很谦卑地面对事物，承认事物本身才是主导者。所以我得放下那个防卫心。没错，在诠释学里面真正的知识绝对不是你骄傲地宣称说我全都知道，不然是什么？而是当你跟不同的视角碰撞的时候，你能勇敢而且真诚地承认，原来我之前的理解有盲点，这才是真的。哇，原来我之前有盲点。对，当你的视角跟对方的视角融合了，产生了一个更宽广的新视角，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修行。原来我之前的理解有盲点，这才是真的。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在气头上做起来，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真的非常不容易。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系统有 bug， 这才是修复的第一步嘛。对，这是最关键的。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推演哦。如果我真的做到了，我清除了成见，顺利更新了系统，那当这套系统完美运作的时候，你们所谓的身心合一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感觉啊？我总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毫无情绪、只会工作的机器人吧？绝对不会是机器人，反而会变得无比的生动活泼。怎么说？日本有一位哲学家叫西田几多郎，他把这种境界称为行为的直观，或者也可以说智性直观。听起来很抽象哎。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这就是我们偶尔会体验到的忘我的状态。忘我？对，在那个状态下，你的意志跟你的行动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间隙，你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在那边反复的计算利弊得失。哦，我懂了，就像是一个极度专注的运动员，在球场上看到球飞过来，他根本不会停下来思考肌肉该怎么发力，身体自然就做出了最完美的回棒。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或者像我们有时候进入了那种心流的状态，写作或工作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完全正确。海德格其实也是这么看待身心合一的哦。他也谈这个。对呀，传统西方哲学一直把心灵当成指挥官，然后把肉体当成听命行事的傀儡嘛。对，刚刚提到的新生二元论。但海德格认为，当我们能把身体也当作一种存有者，如实的去理解它的时候，身心自然就合一了。所以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没错，我们在研究中特别拿了佛教心经里面的一句话来对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哇，连心经都出现了。对，因为当你不再执着身体跟心是对立的两个实体，你不再用那个强势的心去强迫身体运作的时候，那个合一的状态就自然发生了。不过，说到这里，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非常冲突诶。什么地方？你看哦，我们现代人每天滑社群媒体，到处的心理学或是网红都在教我们要找到自我、表现自我，甚至要捍卫自我边界。是，这是现在的主流。可是你们刚刚在引用高达美的共在概念的时候，却说要达到完美的理解跟身心合一，人反而必须要丧失自我，必须忘掉自我。这听起来很反直觉，对不对？这听起来很危险呐。那个想要控制、想要表现的我，难道真的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最大的障碍吗？这个质疑非常敏锐。其实社会教导我们建立的那个自我，往往是一种充满防御性的自我中心主义。防御性的自我？对，在高达美看来，如果你要真正理解一件事物、一幅画或者是一个人，事物是绝对不会主动来配合你的自尊心的。世界不会围着我转。没错。唯有你放下那个急于批判、急于防御的自我处境，完全的投身到事物的处境里面，真正的理解才会发生。所以这里说的丧失自我，其实并不是说我要放弃自己的人格，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的应声虫哦。当然不是啊，丧失自我绝对不是一种悲惨的失去或是缺乏。那是什么？它反而是人类最积极的一种成就。当你放下那个顽固的自我，世界才能够向你展现它最真实的样貌。原来如此。这正是自古以来那些天才艺术家、伟大的学者，他们能够创造出惊人作品的绝对前提，因为他们在创作的那一刻，脑袋里是没有那个我的。哇，放下那个防御性的我，反而能让整个世界走进来，这真的彻底颠覆了我们平常的直觉。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视角转换。那如果我透过这种日常的修行，一次次克服了我的防御心，真的达到了忘我的身心合一，那我眼前展开的新世界会是什么模样？这好像就来到了你们研究探讨的核心目标，叫做开悟。没错，就是开悟。老实说，开悟这个词听起来实在太像某种超自然现象了。难道真的是一道金光打下来，从此人生就毫无烦恼了吗？哈哈，我们真的必须把开悟从神坛上面请下来。这么勤？我们在文本里举了日本道元禅师的例子。道元禅师非常强调只管打坐，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开悟就是与世隔绝，天天在那边盘腿冥想啊。对。
但他年轻的时候到中国求法，遇到了一位负责寺庙伙食的老店座，也就是煮饭的老和尚。煮饭跟开悟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道元当时就觉得读经啊、打坐才是深奥的佛法，那些煮饭洗菜只是浪费时间的杂役。对啊，这听起来很合理吗？可是那个老点座就告诉他，如果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对待眼前的这些日常俗物，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求道。哇，这句话很重诶。对，这给了道元极大的震撼。他才终于明白，开悟根本不是买一张永远离开现实的单程车票，不是逃避现实，绝对不是。开悟是在洗菜、煮饭，或者你跟别人应对进退的每一个当下，去实践身心的统一。这边你们在文本里提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对比，也就是迷跟悟的差别。对，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们说迷的时候是我转法，而悟的时候是法转我。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诶，到底该怎么在生活里面实践这个法转我？听起来好像我很被动，只能任由环境摆布。这恰恰是最需要被理清的地方。你看哦，什么是我转法？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主观的我，拼命想要去扭转世间的法则，想要强迫周遭的一切来迎合自己。哦，就像我硬要改变别人的性格，来配合我的期待。没错，那样绝对充满了执着跟痛苦吗？那相对的，法转我绝对不是消极的任人摆布。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是一种极度敏锐的智慧，它是随顺着万事万物的真实运作法则，来牵动引导这个已经放下自我中心的你。放下自我中心的我。对，你不再像一块僵硬的石头一样去阻挡水流，而是让自己整个人成为水的一部分。哇，成为水的一部分。那这种放下自我的状态，海德格这位西方的哲学家是怎么看的？他有类似的想法吗？海德格的观点非常巧妙哦，他认为人，也就是此有，同时具备了属我性跟世界性。属我性是指什么？属我性就是说，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有我自己的潜力跟可能性。而世界性则是指我跟万事万物是紧密连接、互相依赖的。等一下，这在逻辑上难道不会冲突吗？我怎么可能既是绝对独特的个体，同时又跟世界万物融为一体？当你带着那个保育性的自我的时候，这两者绝对是冲突的。你会一直觉得世界处处在限制你的独特性。对啊，觉得大家都妨碍我发挥。可是当你体证了无我，也就是你不再把自我当成一个封闭的堡垒的时候，这两者就能够完美并存了。怎么并存？你依然是你啊，你还是发挥着你独特的才华，但你不再跟这个世界对立了，你跟世界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共舞。这其实就是海德格哲学里面隐含的开悟境界。这实在太迷人了，原来西方哲学也有这种境界。那么高达美呢？他怎么看这个从此岸跨越到彼岸的开悟过程？高达美的看法为开悟带来了一种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动态感。动态感，开悟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吗？高达美认为不是，我们是不断带着自己的前进去跟这个无限的世界相逢的。每一次我们遭遇困难，我们修正自己的观点，然后跟事物的视域达到融合，这其实就是一次小型的开悟。一次小型的开悟。对，而且这是一个不断递回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开悟根本不是一次性的结业典礼，不是说我今天开悟了，我明天去上班就永远不会被老板气到。没错，因为事物跟处境是无穷无尽的嘛。对啊，挑战永远都在。所以这种诠释的循环，向彼岸跨越的过程，也是无止境的。任何人在任何状况下，只要你愿意去融合那个让你痛苦的对立面，你就能够扩展你的世界。这听起来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实践方法。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对事物的诠释是无止境的，我不断遇到新困难，然后不断修正、不断扩展，这听起来像在跑步机上永远停不下来。我们会不会疲于奔命啊？到底有没有一个终点？
这里我们就必须把问题区分成2个层次来看。哪2个层次？对于具体事物的诠释确实是无限的，因为世界永远都在变嘛。对。但是对于生命本质的终极体悟，也就是看见我们每个人心中必有的那一轮故乡明月，这个所谓的一物永物，它是确实存在的。故乡明月，这个意象真的太深刻了。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讨论里面，我们一直把大脑当作作业系统，现在这个系统的隐喻好像已经完全不够用了耶。是的，这里我们确实需要更自然、更广阔的比喻。高达美就说过，所有可能的视域，最终都会包容在一个最为广大的视域里面。最广大的视域。对，当你看见了这轮故乡的明月，你就能够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外在的世界依然像千百条河流一样千变万化，而且充满了挑战。没错。但是你内心的那轮明月，始终静静地映照在每一条河面上。不管遇到什么状况，你的内心都不再有违和感了。哇，你形容得太好了，这就是那个境界。这时候啊，面对无尽的世事变化，你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禅宗6祖慧能所讲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对，因为你看见了那轮明月，这就是不变，所以你能以平等的空性去包容一切。也因为你不再抗拒，这就是随缘，所以你能非常灵活地去应对世间所有的挑战，然后不断地扩展你的彼岸。原来这就是一物永物跟无尽诠释的结合。是的。经过了今天这一番讨论，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件事哦。什么事？我们今天虽然频繁地穿梭在东方的禅宗西田几多郎，然后又跳到西方的海德格高达美之间，但这份研究并不是要争论东西方到底谁的哲学比较高明，对吧？完全不是。东方哲学探讨的，你可以说是心理的彼岸，而西方哲学探讨的是物理的彼岸。但是核心是一样的。对，因为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充满焦虑、经历断裂却又极度渴望理解的那个人性。我们根本不需要硬去发明一套全新的形象学来统整它们，就是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没错，在互相的诠释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通往修行、身心合一与开悟的这条道路。这恰好就印证了《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法无定法。真理从来都不是靠某一种死板的法门来保证的。确实是这样。这真的是一趟非常不可思议的思想旅程。从我们一开始因为心生分离而深陷在焦虑的此岸，然后透过在日常冲突中去修正前见的修行，一步一步来，达到放下防御、忘我的身心合一，最终在不断的释义融合当中，一次次跨越到更宽广的彼岸，甚至看见了那轮永恒的故乡明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经历这趟旅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非常真实的挑战给你。哦，什么挑战？如果你明天在工作或是在生活上又遇到了一个让你极度抗拒、让你满腔怒火的人或事物，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对，那你能不能试着在那个当下停1秒钟就好，不要立刻用那个顽固的我去抵抗，试着把这当作是一次法转我的邀请，去看看放下防御之后，这个挑战能带你走向哪一个全新的彼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文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